男人在做手术时发现诡异的是，明明医生已经给自己戴上了呼吸机，并且还注入了足量的麻醉药，可此时的他却觉得意识格外的清晰，甚至连心脏频率都没什么变动。男人心想，难道是麻醉药失效了吗？但随着医生们准备好了工作，他们开始手术第一步剔除毛发，可谁也不会料到男人能感觉到。Don't you guys see shaving cream? That's freezing. 剃完了胸毛后便摘掉了呼吸机，此时杰夫的感觉非常明确，医生的一举一动他都能清晰地感觉得到，但现在的自己却又好像没有力气，任凭医生在做着开刀前的检查。但如果清晰地做完这场手术，谁又能接受得了这番痛苦呢？随着医生盖上了胸口两边的布料，准备工作已经彻底准备结束，杰夫的内心陷入了惊慌。Alright, I'm not under yet. Look at the fucking monitors. 任凭杰夫如何呐喊，这只不过是他潜意识的台词，完全听不到的医生还是照例拿起了手术刀。此时的杰夫已经别无他法，即便医生将电锯都搬了上来，他也只能在潜意识里痛苦嚎叫。这一切都要从不久前讲起。杰夫原本是位优雅的阔少，他的父亲是当地出了名的大富豪，而自己也备受朋友们的喜爱。但可惜的是，杰夫从小患有心脏病，成长的时间里几乎都在服药，而现在人到青年，病情已经越加严重，仅剩的办法就是做一场心脏移植的手术。可不幸的是，杰夫的血型极其罕见，几家医院都在寻找合适的心脏。深爱他的母亲找来了一位行业里的专家，但凡现在找到了匹配血型的，就可以保证立刻开始进行手术。只是杰夫却感到了特别反感。他不久前认识了一位小黑医生，两人也算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他希望小黑能帮自己心脏移植，相比于所谓的专家，他更信任朋友一点。但母亲却又表示极其的反对。根据小黑从业不到10年的经验，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失败的手术案例，母亲怎么敢相信这样一位医生？听到母亲如此反感的态度，杰夫也只好答应让专家来手术。他知道自己肯定讲不过母亲脾气，从小失去父亲的他备受母亲疼爱，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受到母亲控制，这也让杰夫一直饱受着压抑的痛苦。直到有一天黛西出现在他的世界，这才让杰夫的内心逐渐打开。两人感情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发酵，可他们的未来却是个大问题。母亲怎会同意出身贫寒的黛西？因此两人也只能保持着秘密的交往。直到这天不能进家门的黛西淋着雨，感到格外心疼的杰夫从身后追来，两人再也无法忍受秘密的交往。杰夫听着黛西心中的哭诉，这一晚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向母亲公开两人一直以来的感情。可母亲却不出意外的严厉反对。但深陷爱情的男人怎会罢休？他带着心爱的黛西踏出了家门，打算两人一起过完此生。为此还找来了医生朋友小黑，作为两人爱情的见证，来到了教堂草草完成了结婚仪式。也就在两人连蜜月都还没取度时，小黑的医院里就喊了他们过来，表示在几位医生不断的寻找中，终于找到了合适杰夫血型的心脏。几人商议下，当即决定第二天开始手术。可等到第二天过来时，母亲却收到消息，她实在是不相信这家不出名的医院，更别提这个不入流的小黑。她更希望旁边的专家给儿子手术。可是到如今，杰夫已经心意已决，他希望母亲也让自己选择一次。母亲见此也不好继续劝阻，就这样杰夫被推进了手术室。此时的他还对术后的生活向往，打算成功做完了这场手术后，和心爱的黛西共度此生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从被推进去的那刻起，他的一只脚就已经踏进了噩梦。如今的杰夫已躺着痛苦难熬，只剩下被电锯所支配的份。他尝试着将注意力转移到黛西，幻想通过想着未来的生活，以此消除手术刀划过皮肤的痛。随着医生们符文抖动的电锯，手术也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可谁也不会料到，就在过程中，今天新来的麻醉师居然趁机偷懒，声称现在这里已经没有那么多事了，假意出去和家人打个电话，实则是借机出来偷喝手中备好的酒。而这样的一幕也被黛西撞见，看着眼前刚放下电话的麻醉师，并且兜里还放着一壶酒，黛西只觉得不可思议。一旁的麻醉师还故意转移话题，可黛西却仿佛想到了什么，她在交谈中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。另一边，手术室里也发生了矛盾，因为刚出去的麻醉师是新来的，趁着他刚走，几人便开始了讨论。小黑觉得麻醉师好像监视自己一般。I think they found out that we've been pushing Clay down the donor list. Do not get paranoid. No one knows. I started this thing and I swear to God I will end this. I am not going to jail. Wait. What? Who's going to jail? Look, let's inject the heart, put it in, and end this thing, okay? 此时的杰夫才得知几人要害自己，但很明显离开的麻醉师不知情。杰夫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了什么，但他明白再躺下去就会小命不保。于是杰夫拼尽全身的力气，双手居然可以开始行动。看着自己身体正被几个坏人支配，他赶紧奋力起身，拔掉了吸氧的设备。然而等他起身后回头一看，
此时的自己却又还在手术床上。原来现在的杰夫只是意识出窍，而真实的自己则没有变化。顾不及太多，他先是跑出了手术室。他在走廊里四处行走，准备弄清楚怎么回事。可当来到朋友小黑的办公室，却惊呆了。墙上摆放着小黑的过往照片，而令人感到后怕的是，这中间的照片居然有和黛西的合照。杰夫简直是傻了眼，这几个人不就是给自己做手术的吗？原来黛西自始至终都认识所有人。几年前，小黑带着几人做了一场手术，却不幸发生了一场医疗事故，因此几人都一起签下了赔付，而黛西还因此丢失了医院的工作。几人商量下得知了杰夫是个富豪，并且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所以几人靠着黛西故意接近杰夫，再通过小黑以朋友的身份相识，这样便可以顺理成章地领了结婚证，再让小黑来帮忙进行心脏手术。现在只要杰夫在手术中发生事故，那黛西就可以继承10个亿的财产，到时候几人欠下的债都可以偿还。而此时的黛西坐在母亲一旁假装着急，趁着没人注意时悄悄去往手术室，穿上了手术服，督促几人完成任务。可一旁的小黑蹲坐在地上一言不发，看着待自己如挚友的杰夫，他心里泛起了嘀咕。黛西见此连忙跑了过来，劝小黑一定狠心一点，可小黑却觉得现在的事不稳妥，如果留下了什么证据被发现，那第一个被抓的就是他自己。黛西见此赶紧一番魅惑。 No more 30-hour days. You know what 100 million is 4 ways. He's a transplant patient, Jack. They all die eventually. 随着小黑嘴角上扬，杰夫的生死已成定局。得知真相的杰夫来到了大厅，他回想起当时母亲劝自己的画面，现在想想只觉得一切很可笑。明明母亲已经极力劝阻，可最终自己却选择了害人的小黑。但如今已经为时已晚，黛西已经在督促几人工作，杰夫的心口也随之痛不欲生。即便他声嘶力竭，可随着几人换掉了杰夫的心脏，关键时刻也已经到来。黛西亲自拿出一根针管，在注入了致命的药物后，交由主刀的小黑注射进去。在目睹了药物注射完毕后，黛西脱下了手术服，她的心中没有任何怜悯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手术室。而此时躺着的杰夫落下一滴眼泪，意识出窍的他也察觉到了异常，赶紧拼命跑向了手术的方向。此时偷懒的麻醉师先他一步回来，而杰夫随之其后赶来，眼下只能寄希望于麻醉师，毕竟麻醉师是新来的不知情。可任凭他如何在一旁呼救，杰夫始终只是个意识罢了，麻醉师听不到任何的声音。此时的杰夫彻底失去了希望，任凭几人装模作样的做着手术，而他独自坐上了地铁离开，回到了家里准备接受现实。而另一边的手术室里，小黑装模作样说是新的心脏坏了，稀里糊涂的麻醉师定睛一看，反正也不关他事，默默接受了。而随后的小黑还需要继续演戏，找到在大厅等待的母亲。 He rejected the heart. We did everything we could, but the organ failed, and I am so sorry. 一旁的黛西还假装瘫软在地，唯独只有母亲感受到深深的崩溃。她无法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而小黑在宣布手术失败后转身离去。一旁的麻醉师却上前询问，由于杰夫身体现在靠着机械心脏维持，麻醉师询问是否现在要关闭机械心脏，而母亲却好奇为什么不能找新的心脏来。这个方法也并不是不可行，但因为杰夫的血型极其的罕见，找到所匹配的心脏可不容易。听到此话的母亲好像一瞬间明白了什么，她没有同意关闭机械心脏，而是默默地走到了一旁，仿佛接受了某种命运的安排。另一边，杰夫躺在家中的床上，准备接受现实的他，内心世界也逐渐黑暗起来。就在此时，母亲点燃了一束灯光，可他们身处于的就是潜意识世界。难道母亲也已经死掉了吗？原来，刚刚母亲就明白了一切。早在做手术时，她就发现了异常。当时母亲本想在大厅设备买水喝，但又不会使用设备。Sometimes you have to hold the button down for a while to get it to work. 这就奇怪了，一旁的黛西凭什么知道？并且更加离谱的是，一位医生在路过黛西时似乎认出了她，还很热情地坐下来打了声招呼。当时的黛西强装着镇定 Hey. Seen you around? 黛西连忙表示没见过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们的对话也被母亲看在了眼里，并且当时麻醉师打电话喝酒时，被黛西正巧在一旁看见了，问出了致命的问题。 You don't work here, do you? I'm Dr. Larry Lupin. Pleasure to meet you. 言外之意就是黛西以前没见过麻醉师，这更加确定了母亲内心的猜想。当时母亲趁着黛西溜进手术室时，她伺机拿走了黛西遗落下的背包。等打开一看，她彻底惊呆了。根据包裹里面的信件显示，原来黛西只是她的假名。这一下，母亲终于知道了有问题，但无奈于儿子在里面做手术，她也无法直接打断进程，只能先打电话给自己的专家做好准备。直到小黑通知了手术失败后，她才明白事情果然不出所料。她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一个办法了，那就是靠着和儿子同血型自己的心脏。于是和麻醉师沟通完后，她开始服用大量的心脏药物，直到母亲联系到的专家赶到医院。此时的母亲已经趴在了桌子上，专家立刻按照母亲的嘱咐开始工作，接手正在手术室里面的小黑。他一眼就看出小黑几人做了什么。 You can go. We've been prepped. What do you mean? You can run. Police will be here soon. 听到报案后，几人立刻开始慌乱。
他们的诡计在专家这里一眼被看出，几人纷纷准备逃离这家医院。然而冻疮事发后又岂能全身而退？还没等能踏出医院的大门，两人就被赶来的探员一把抓住。而此时的小黑和黛西来到办公室，小黑希望黛西可以跟自己逃跑，可黛西却认为是小黑注射的毒药。天后的小黑直接麻木了，看样子黛西是想和一切撇清关系。他立刻将黛西赶了出去，关上门，再拿出含有黛西指纹的针管。此时的黛西才知道赶紧求饶，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小黑索性来到办公桌前，等待着探员来找自己，而黛西在慌乱中四处逃窜，最终在楼梯里被探员们一把按住。至此，这个冷漠无情的女人也受到惩罚。另一边，母亲也被推进了手术室里，在专家的一番精湛技艺下，杰夫逐渐恢复了生命特征。而此时仍在意识世界的两人正做着生和死的道别。在母亲付出生命的鼓励下，杰夫离开了意识世界的家，最终在那间熟悉的手术室里，随着揭开了眼睛上的纱纸，杰夫缓缓苏醒过来。这一刻，杰夫无比坚强，因为母亲时刻在陪伴着。